森林里住着一只漂亮的白鹭，它叫诺诺。每个见过它的孩子都说，诺诺能实现最真诚的愿望。有一天，一个弄丢风筝的小男孩在月光下遇见了它。白鹭诺诺的星光礼物。月光静静流淌在森林的小路上，白鹭诺诺在铺满银霜的落叶上快乐地奔跑着，它的蹄尖闪着微光，每一步都落下小小的光点，这些光点组成了一条发亮的小路，指引着夜归的小动物们回家。突然，诺诺的耳朵动了动，他听见树后传来一阵很轻很轻的声音。是谁在那里呀？诺诺停下脚步，向声音的方向跑去，他金色的眼睛在月光下温柔地闪烁。大橡树的后面，一个穿着红色斗篷的小男孩正蜷缩在树根处，他的手里紧紧攥着一截断掉的风筝线。我的风筝！男孩抬起泪汪汪的眼睛说，他飞到天上去了。诺诺的脚忽然亮起来，绽放出温暖的光芒，像点燃了一盏小小的月亮灯。他慢慢靠近男孩，低头用脚轻轻碰触男孩冻红的手指。那是妈妈做的风筝，对不对？她的声音比羽毛还轻。你看，线头还在云朵边上跳舞呢。男孩抬起头，发现断线的风筝确实挂在白白的云朵上，在夜风里轻轻摇晃，连细线都像在闪光。诺诺眨眨眼，对男孩说，我们去找猫头鹰奶奶借梯子吧。猫头鹰奶奶说过，帮星星回家的人会得到整个森林的礼物。可是他们刚准备出发，天空突然暗了下来，乌云像打翻的墨水，瞬间吞掉了月亮。哗啦啦哗啦啦，豆大的雨点浇下来，最后一段风筝线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。诺诺立刻展开身体为男孩挡雨，他的皮毛散发出淡淡的金光，雨水顺着他的睫毛滴落，在泥地上变成了一颗颗透明的小蘑菇。诺诺带着男孩冲向最近的树洞，闪电划过天际的刹那，男孩似乎看见他的风筝在云层间一闪而过。干燥的树洞里，诺诺的脚发出温暖的光，照亮了男孩挂着泪珠的脸，也照亮了整个树洞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树洞中竟然充满了会一颗颗发光的星星。没关系，诺诺凑近男孩的耳边，偷偷告诉他，每只迷路的风筝都会变成星星。你摸摸看。一颗发亮的光点欢快地跳跃着，轻轻唱着歌。黑夜过去，第二天清晨，阳光唤醒了整片森林。男孩揉揉眼睛，发现草地上空飘着成千上万朵蒲公英。更神奇的是，这些蒲公英竟然飞舞着拼出了他的星星风筝。诺诺站在晨光里，悄悄笑了。你看，风筝回来道别了。蒲公英们忽上忽下地飞舞，像是在演奏一首无声的歌。最大的那朵蒲公英轻轻蹭过男孩的脸颊，那触感就像妈妈的亲吻。回家的路上，男孩把会发光的蒲公英小心翼翼地装进玻璃罐。诺诺走在他身边，时不时用脚接住飘落的树叶。
男孩终于到了家门口，他挥手向森林的方向告别。诺诺的眼睛弯成了月牙，森林永远欢迎懂得魔法的人，要再来听星星唱歌哦。那天晚上，男孩家的窗台上装着蒲公英种子的玻璃瓶像盏小灯笼，静静地在发光。而在森林深处，月光下一只刚学会飞的新型风筝正随风舞蹈。今天的故事讲完啦。如果你在夜晚静下心来，或许能听见风中传来哒哒哒的声音。那是诺诺在提醒你，最珍贵的礼物有时候会藏起来，但只要你记得它的光，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